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今天是美东时间1月9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川普召集全球石油巨头会面，下周会晤马查多。FBI 调查反移民执法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和支持者。2025年华人申请海外庇护人数为17.8万人，美国占83%。川普抓马杜罗威吓中共，中南海地图搜寻消失。伊朗抗议持续，周五断网，流亡王储再度号召民众当晚8点上街。神韵惊艳英国牛津，前舞蹈冠军说还想再看一次。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环球直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委内瑞拉政府周四开始释放部分被监禁的反对派活动人士等，其中包括外国人。川普总统表示，此举是应美方要求进行的。下面我们来连线华府记者张亮。张亮您好，马杜罗被捕已经快1个星期了，能否和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委内瑞拉的情况，还有目前美方的合作进行到了哪一步了？好的，陈月。委内瑞拉前领导人马杜罗被美方逮捕后呢，周四政府首次采取具体行动，释放了多名被监禁的知名反对派人士、活动家和记者，其中呢有本国公民，也有外国人。川普总统表示，这是应美方要求采取的行动。首批获释的名单呢，包括曾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的反对派候选人、前选举委员会成员马奎斯，以及反对派领袖呢皮列里。获释的还有5名呢西班牙公民，包括国际关注拥有美西双重国籍的人权律师罗西奥·圣米格尔。委内瑞拉的官员表示呢，将有相当数量的人获得释放，但截至呢周四晚间呢还不清楚确切的获释人数和具体名单。川普总统周四呢还表示，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呢下周将访问华府。来看川普总统怎么说。Well, I understand she's coming in next week sometime. And I look forward to saying hello to her, and I've heard that she wants to do that. That would be a great honor. We have to rebuild the country. They couldn't have an election. They wouldn't even know how to have an election right now. The country's become third world, and they wouldn't know how to have an election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rebuild the oil and the oil infrastructure. We'll be in charge of it. It's going to do great and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we're going to take it from there. 川普总统表示，今天将在华府和近20位大型石油公司的高管会面，讨论投入至少1000亿美元重建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据悉呢，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荷兰的维多集团、西班牙国家石油等高管呢都计划出席。知情人士透露呢，印度的信实工业呢也收到了邀请。陈月，好的。那美国政府关注的还有另外一个焦点，就是伊朗。周五呢，伊朗民众的抗议活动已经进入到了第12天，席卷了伊朗全境的31个省份。冲突中已经有45人死亡，超过2000人被逮捕。那请问张亮，目前对伊朗的局势，川普有什么最新的表态吗？还有另外对明尼苏达州的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开枪防卫事件，华府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好的。川普总统呢周四表示，如果伊朗政权镇压杀害抗议者呢，将付出地狱般的代价。来看川普总统怎么说。Well, I don't want to say it, but I will tell you they're not doing well. As you know, probably better than anybody, they're doing very poorly. And I have let them know that if they start killing people, which they tend to do during their riots, they have lots of riots, if they do it, we're going to hit them very hard. They know, and they've been told very strongly, even more strongly than I'm speaking to you right now, that if they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pay hell. Do you have a message for the people of Iran, President Trump? All I can say is you should feel strongly about freedom. There's nothing like freedom. You're brave people. It's a shame what's happened to your country. Your country was a great country.
另外呢，对明尼苏达州日前发生的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开枪致死事件呢，副总统万斯周四呢出席了白宫记者会。他在会上回应了外界的质疑，批评地方官员、左翼团体以及部分的媒体的报道方式。万斯表示，明州枪击案呢是极左派造成的悲剧。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重申，国土安全部呢将继续在明州执法。司法部长邦迪呢，周四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虽然抗议是神圣的美国权利，但如果抗议人士越过暴力这条红线呢，执法人员同样会逮捕和起诉他们。陈悦，好的，非常感谢张亮的报道。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周四，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是谁在组织和资助全国各地反移民执法的抗议活动，指控他们妨碍执法活动，危害公共安全。媒体报道说，这些抗议活动是由一个与中共有关的美国境内金融网络组织的。报道中还提到，近期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环球电视网和环球时报等中共官方宣传机构在美国煽动左翼抗议活动，反对川普上周逮捕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行动。美国国会对外国渗透关注增加，哪些中共资助的暴乱团体被曝光？他们可能会受到哪些的制裁？本台记者蒂芙尼·迈尔和史蒂夫·兰斯专访了美国众议员安娜·卢娜，来看她的分析。And joining us now, we have a very special guest. 我们的特别来宾是佛州第13选区联邦众议员安娜·保琳娜·卢娜，非常欢迎您。议员，现在我们正处在一场文化战争中。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是从内部分裂国家，这一点在学校特别明显。您认为该如何加强国家的道德价值观？也许可以先从社区开始，然后向外扩散。现在有大量资金，特别是来自中共的，正在输送给这些马克思主义组织。因为亿万富翁内维尔·辛俄姆就住在中共宣传部对面，他和那里有直接的联系，严重违反了美国外国人代理人登记法案。他还资助了反移民执法局暴乱，还有社会主义与解放党，以及所有极左激进运动。还可以看到，粉红大麻组织是亲巴勒斯坦的，经常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向国会施压，他们也是由中共资助的。如果仔细追查这些资金，就会发现问题。但是许多美国大众不关心这些钱的来源，他们也可能真的关切那些议题。可问题是，这些活动不是通过互相尊重的对话、公开辩论来推动的，而是扔砖头放火。我们通常不支持使用燃油瓶或者破坏私人财产，所以揭露这些很重要。他们一直在搞内部分裂， TikTok 就是典型的例子。最近我不再用 TikTok 了，因为它的算法让孩子们觉得变性比当医生更酷。它在推动左派意识形态。如果你支持保守派，立刻就被贴上排外或种族歧视的标签。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学这些。你希望你的孩子学这些吗？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想。所以这绝对是有针对的洗脑。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找出这些问题了，正在逐步处理。谈到中共，它显然被看成是美国最大的对手，不是竞争者，而是敌人。那么，国会要怎么进一步保护美国呢？我们必须全面出击，动用司法部财政权。我希望查封资产，冻结资金。如果有人违反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应该把他关进监狱，不能只是从国会寄出措辞强硬的信函。我不在司法部，对他们来说也许是好事。我在的话，恐怕不少人就被关进去了。但我们确实要善用现有的权利，例如有人拒绝回应国会，违反外国人代理法，甚至在美国资助恐怖组织，我们就可以没收他们的资产。这并非违宪，我们的财政部完全可以行使权限。此外，我觉得川普总统和中方的互动非常有战略性，他用的是关税战，不是随意而为。他不仅不笨，还非常出色。我很高兴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人以为这背后有什么疯狂策略，还真有一群聪明人在运作。但这群人就是我们的人，没有别人了。
所以应该站出来了，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安娜·保琳娜·卢纳议员，感谢您的分享。谢谢。美国近年面临沉重的住房成本上扬的问题。2019年以来，全美房屋价格上涨了50%以上，房产税以及飙升的房屋保险费用都进一步增加了购房的成本。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说，政府支持的2大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将购入2000亿美元的不动产抵押贷款担保证券，解决住房的危机。2008年前后，房地美和房利美是次贷风暴的核心，最终都被美国政府接管。市场分析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扩大投入有助于降低房贷利率。另外，还传出美国政府有意推动这2家公司重启 IPO 上市。川普总统还表示，将禁止大型投资者购买独立住宅，以应对房屋短缺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近日表示，将采取措施禁止大型投资机构购买更多的独立住宅，以降低房价，让更多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可以买上属于自己的房子。对此，美国民众是怎么看的呢？来看记者盛言的采访。你觉得现在的房价怎么样？ Well, I bought my house 20 years ago, well, 25 years ago, and for about $67,000. And nowadays, it would probably be about $200,000. So I think they're a little out of control.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it's difficult. Yeah, I mean, we're all college students, so it's difficult to say. But I feel like a lot of people are too pessimistic about it. They're getting high. I wish I would have bought in 20 years ago. It's the only real asset most Americans have. Well, we know that the prices are going up for a lot of people, and we're fortunate because we own our own home. So we're not really affected with the rates right now. We bought at a good time, you know? I mean, back in the 90s when we bought our house, you know. 你有自己的房子吗？ I do not. You do not. And are you looking? 那你期待有一套吗？ Possibly one day, I hope so. And how do you? 你觉得现在对你来说房市怎么样？ Most of the homes around where I live in New York are way out of my price range. So nothing's happening anytime soon. President Trump is talking about potentially banning large investors from buying single-family homes. Do you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beneficial for the country? What are your thoughts? Yeah, it will keep prices down. If you put big money into the home market where they can pretty much overpay, pay 10%, 20% over asking price,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 for your average man to bargain for a good home.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Like companies like, I think it's Blackstone, have been buying up homes for the last 5-10 years. So it's kind of good that that's something that's getting thought of by a president, you know? I think it'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t we just build a lot more housing to generally drive down prices than banning investors from investing in this asset. Trump is a businessman, so I think he looks at more everything as a business, and if he wants the bigger corporations out of families' business like that, then I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Back in 2012, I was in the title business, the mortgage business, and my job was to go out and get deeds for bulk sales, where corporations were going out and buying all the homes in Detroit. Literally, I would go out and get 75 foreclosure deeds a day, and they would just buy them up like nothing. They could get them for $1. I think it's a great idea. Some of these young kids, they're getting out of college and stuff, they're already in debt, and it's tough to go get a home also. 2026年1月8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著名人权捍卫者陈云飞在成都市居住的小区内遭到一名男子殴打谩骂，眉骨骨折缝合4针。报警之后，珠江路派出所未给出调查结果和回应。据知情人介绍，事发时陈云飞和往常一样，推着90岁的母亲到楼下散步。突然，有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冲上来，一边暴打陈云飞，一边叫骂，并扬言警告不要在 X 上发帖。陈云飞没有还手，面部多处受伤。是愤怒的过来了，质问了几个问题，还拿出了个右眼往上头就出现伤口，那有个4公分长的缝了4针的部位，现在还是红肿的。平日监控陈云飞的警车和国保人员也都在楼下，但无人上前阻拦。陈云飞当场报警。目前珠江路派出所对调查结果未作出回应。记者拨打珠江路居委会电话无法连通。溆浦珠江路派出所警察在电话中回应不清楚此事，就只做了一个口供笔录，没有答复，也没有个处理一件典型的报复性的，还有哪些人员、哪些机构
哪些幕后操手，我们也在深入的调查了解。陈云飞是中国著名维权公民、意见人士，曾参加8·9学运。被镇压后，他回到四川老家谋生，但仍坚持民主理念，持续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他先后2次被判刑，累计8年，期间遭受严重酷刑。2025年3月24日刑满释放。陈云飞出狱后一直照顾着年迈的母亲，他们多次遭到当局逼迁，钱财被洗劫一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近日，他正准备搬离现住小区，没想到遭遇此劫。曾亲历6·4，在大陆也有过被逼迁经历的旅美人士李英芝批评中共当局利用逼迁手段对意见人士进行迫害是没有人性的。云飞他是租房子住，最近正计划搬离，他肯定有压力，他反复让你搬家，那是非常痛苦。当地的派出所还有居委会反正在会捣鬼，非常残忍，没有基本的人道底线。李英芝表示，陈云飞是目前大陆极少数不畏强暴、敢于坚持发声的意见人士，值得敬佩。他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他一直在坚持，服刑8年呀，他付出太多，但是他是不放弃。你肯定是警方国保对记恨太恶劣了，我们的同道加兄弟护航，尽一份关心。新唐人记者洪宁、彭新宇采访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近日表示，国务院谴责中领馆保安用胡椒喷雾攻击和平抗议者的事件。国务院还表示，将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美国国会议员也强烈谴责中共的跨境镇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发给《大卷时报》的声明中指出，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保障了人们的和平集会权利。在美国，任何压制行使这项基本自由权的行为都不可容忍。现场画面显示，1月4号，一名中共领事馆保安在洛杉矶领馆外掏出胡椒喷雾装置，对准和平抗议者近距离猛烈喷射，又冲向街道上的人群连续喷射。这名保安是38岁的专业保安服务公司老板吴谢，警方当天将他逮捕，6号释放。1月4号，几十名中国民运人士在中共领馆外和平集会，庆祝美国逮捕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活动人士表示，现场有8人被喷胡椒喷雾后受伤，送医治疗，其中1人出现抽搐症状，其他人感到眼睛灼伤和胸痛。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说，强烈谴责中共压制海外意见人士，恐吓异己，实施跨国镇压与胁迫的手段，表示中共习惯于在国内践踏中国公民的权利，但这种行径在美国领土上绝不容忍。一些议员认为，这起事件的时机凸显了中共与委内瑞拉之间的密切关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达雷尔·伊萨在谈到这起攻击事件时提到，中共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请愿学生的6四事件。Ever since Tiananmen Square, we've known that China will use techniques that are unacceptable, and it doesn't surprise me that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would do that.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刘芳综合报道。美国密苏里州的检察官办公室近日起诉一名中国男子，指控他没有经过授权就擅自拍摄当地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这个基地是美军相当重要的设施基地，是全美唯一常驻 B-2轰炸机的基地。去年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的飞机就是从这里起飞。检方还指出，这名中国男子在2023年非法入境美国，当时就被移民局逮捕，不过均因为拘留空间不足获得保释。原定于明年进行遣返程序。联合国难民署近日发布报告，2025年初步数据显示，中国人大规模外流寻求庇护的趋势没有减缓，和去年创纪录的人数不相上下。联合国难民署初步估计，2025年申请庇护的中国人大约有178725人，2024年的人数超过18万。2025年，美国和加拿大的接收量均大幅增加。美国从68794人增加到147909人，加拿大从2873人增加到6425人。美国约占总数的83%，名列第一；澳大利亚约6%，位居第二；加拿大3.6%，位居第三。申请美国庇护者中，包括38岁在河南南阳长大的关恒。他的庇护案件将于1月10号再次开庭。
关恒曾孤身深入新疆，拍摄中共关押维族人和意见人士的集中营设施。影片剪完后，他萌生了公开发布的念头，也迎来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离开中国。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认为，关恒是低调而清醒的年轻人，对自由与民主的议题展现出真诚的关注。他说，他代表了另一种中国，没有被洗脑，仍然相信常识、勇气与自由的中国。这样的年轻人让他深受鼓舞。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刘芳综合报道。再来关注俄乌局势，莫斯科当局拒绝了最新的战后维和计划后，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攻击。乌克兰今天指控俄军在夜间发射了36枚导弹、242架无人机，导致基辅及其郊区的20栋民宅损毁，4人丧生。卡塔尔大使馆的一栋建筑也受损。另外，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表示，俄罗斯发射可搭载核弹头的极音速导弹，夜袭了靠近欧洲的乌西边境城市利维夫，已经严重威胁欧洲安全，并呼吁伙伴国家加大施压俄罗斯。继续再来关注，白宫日前表示，川普总统的团队正在讨论将北极圈内的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纳入美国的版图，以此来遏阻中俄在北极地区不断扩张的战略企图。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动用美军被列为可能的选项之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1月7号表示，他将于下周会见丹麦官员，正式来讨论格陵兰的问题。那么，川普为什么一定非要格陵兰？这可能会成功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是德州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翁教授您好，欢迎您。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好，首先想请教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川普总统为什么一定非要格陵兰？那美国出兵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是的，第一个问题，川普总统为什么一定要拿到格陵兰？事实上，格陵兰确实有它的战略重要性。我们简单的从3个维度来分析，也就是陆海空3个维度，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格陵兰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如果以海上来说，格陵兰其实钳制住了所谓的北极海的所谓的航道，也就是传统上面所说 GALE 的航道，就是格陵兰、冰岛再加上 UK 就是英国，整个北极洋的航道，尤其是随着全球暖化之后，北极海的航道变成更加的可行，才海面上面的这种航道的这种管制呢，让格陵兰在战略地位上面变成更加的重要。这是在海面上面它的安全系数变高，而且安全的重点变强了。再来在空中的部分，事实上美国长期就在格陵兰有部署空军基地，这个空军基地它的主要的目标是透过了卫星系统跟太空的建制来做一些连接，来达到所谓的空中的预警的功能，而且在这个部分呢，等于是帮助美国抵挡了任何来自北方的可能预警的措施上面，可以做到比较好的防卫机制。所以对美国来说，安全系数空中的部分也可以在格陵兰，因为取得格陵兰而进行更多的这个进步跟更大的扩张。那在地面上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国安相关，但是跟能源可能比较有关。格陵兰长期以来被预测在地面上面，或者是在地底下蕴藏着非常大量的资源，包括了稀土资源，还有各种的矿产。所以从国安的另外一种角度，在能源战上面，全球的能源战上，格陵兰也可以扮演角色。因此我们说，简单的从海陆空3个维度都可以看得出来，格陵兰确实有它的必要性。那当然我们说美国会不会用军事的手段来处理呢？事实上可能性的部分呢，要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能力，一个是可不可以做，可不可行。能力上面，事实上以美国的军事实力来说，大概没有能力的问题，大家也不会怀疑，如果美国真的要用军事行动，大概率要只从军事角度是有能力可以做的，可是可不可以做呢？它其实还考虑到其他的地缘政治跟国际关系之间的互动哦，因为格陵兰毕竟现在是属于丹麦，而且跟北约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如果真的采取了军事行动，它就会大幅的影响美国跟丹麦、美国跟北约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就不是军事能力单纯的考量，而是必须要考虑到底会牵动怎么样的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德与失之间
如同我们所说，不是能不能做，而是要不要做，怎么样能够确保美国的利益不失，可是同时也不要造成所谓的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甚至是完全撕破脸。这一点可能反而如果真的采取了军事行动，反而在算计上面对美国不见得是全然的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出兵的可能性到目前还是比较低的。那目前呢，格陵兰和丹麦都是反对美国的这项制划，但是北约国家却发声明说支持格陵兰。就是想请问您，就是在您看来，美国一旦出兵的话，是否会引发国际的争议？还有美国和欧洲的盟友关系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是的，如同我们所说的，如果美国真的采取了军事的行动，当然我们知道格陵兰对于美国很重要，可是如果采取的手段是用军事行动的话，它会直接的冲击到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尤其是北约组织。如果真的采取了军事行动，北约组织基本上就算没有完全的崩坏，也会等于是荡然无存，变成一个空壳，因为等于在北约组织内部，美国跟盟友之间完全的撕破脸。因为我们知道北约组织的第5条就是非常清楚的规定了，欧洲国家任何的盟友，北约组织的任何一个盟友，如果遭受到了军事的侵犯，事实上盟友都要出兵协防。那么美国在北约组织之中至少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在这个时候，美国真的用军事行动来针对北约，也就是自己的盟友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当然就如同我们所说，北约组织基本上就会变成完全的崩解，或者是剩下一个空壳子。这一点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呢，是必须要从长计议的。所以我们说以智慧来说，可能除了军事行动以外的行动，或者是以外的算计，都会一并来做思考，当然就包括了最近我们听到的可能用支付更多的经费的方式来让格陵兰的民众愿意来跟美国进行合作，或者愿意向美方靠拢。这种方式呢，可能比军事行动来得更有效率，也更对美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那么最后还想请问您，就是从目前的局势来看，您觉得川普有可能会成功吗？还有这其中关键的变数和影响的因素是什么？是的，川普总统会不会成功，其实就要看我们对成功的定义了。如果觉得完全拿下格陵兰才算是成功，那么这个挑战就会比较大一些。可是如果基本上对于格陵兰的掌握，譬如说控制权，或者是美国在格陵兰的权益可以获得更大的更大的争取到更大的空间，那么也许就已经算是一种成功。而且其实川普总统在针对格陵兰的议题上面，我们说除了军事的手段可能摆在台桌上作为一个威吓的效果，或者是作为一个筹码，或者如同我们所说的用经济的手段，也许可能会说影响格陵兰的民众，进一步的去强调格陵兰的民众，要求格陵兰民众重新去做思考。如果美国提供现金的援助，又提供工作机会，给予格陵兰更多的保护，或者是更多的资源来做利用，是不是对于格陵兰人来说也是一个符合格陵兰利益的部分？用这种方式软性的说服，可能比强势的军事手段还要更有效率。如果真的可以顺利的推动，基本上我们所谓的成功，就算它最后不是格陵兰变成美国的一个部分，如果说格陵兰可以跟美国的关系更加的紧密，而美国对于格陵兰刚刚我们说到的海陆空3个维度都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掌控，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成功。所以我们说怎么来定义成功，基本上以现在的局势看起来，美国总统川普现在的手上的筹码跟手上工具箱里面的手段其实是蛮多的。那当然欧洲国家现在会比较紧张，不过形势比人强，现实的来说，格陵兰基本上未来的命运呢，只能说在美国跟欧洲的角力之下，可能会对格陵兰的未来做出决定。那当然美方的态度现在也是看川普总统究竟有多想取得多大的成功了。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也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解答，谢谢。感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1月7号下午，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英国牛津进行了首场演出。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主流观众对神韵艺术家的精湛演出惊叹不已。美国前职业舞蹈比赛冠军贾斯汀·吉尔梅特先生激动表示，还想再看一次。Just how they're so
elegant, light on the feet, how they point the toes, how they're all together in their movements, how they tell the story through the movements, even with the music, the orchestra, and how they all work together and portray their story. It's phenomenal. It's a really amazing experience. It's absolutely beautiful. The costumes are amazing. The sets, I love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tech and the live performance. So yeah, beautiful. Just how synchronized they are, how light on their feet, going from one story to another story, and how they educate you on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and everything. It's phenomenal, and they're just amazing dancers. Really special to watch. 神韵的演出在文化、艺术与价值观层面都给观众带来了深刻的感受。I think it came across that that sort of still runs through the society today, but I think came across really well in terms of those values. And it's phenomenal. The technique, the elegance, how they incorporate the culture and educate you on that. I think it's very special and unique experience. I think it's great because you get to see all the different elements,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which maybe I wasn't aware of before. So it's great to see all the different styles and dances and everything. Yeah, it's great. 观众表示，神韵的演出让人印象深刻，也带来不同层面的感受，并深感敬佩。Motivation, inspiration. I'd love to see it again. It's like I said, it's a special thing that you have to see it in person to really get the full experience. I would say it's a really beautiful performance, beautiful costumes and really interesting different forms of dance, and also the orchestra was beautiful as well. The music was great, so really enjoyed i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your hard work and your performance, and it's been an honor to watch you, and I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all of you, and again, jus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your hard work. I appreciate it. 新唐人欧洲记者站英国牛津采访报道。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伊朗抗议持续，周五断网，流亡王储再度号召示威者当晚8点上街。伊朗连续2个星期的抗议活动已遍及全国31个省、111个城镇，抗议地点也累计达到了348处。周四夜晚，伊朗部队罕见撤离。周五，德黑兰当局掐断了对外通讯。伊朗流亡王储里萨巴列维再度动员示威者，周五晚上8点继续上街。周四夜晚，超过100万人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和第2大城市马什哈德游行示威，高呼“独裁者下台”。有人拆除了监视设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官方部队没有驱散人群，而是撤离。但到了周五，伊朗当局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线上新闻也只是断断续续更新。流亡美国的伊朗王储里萨巴列维表示，当局切断所有通讯渠道，关闭网络，切断电话，甚至可能干扰卫星信号。他呼吁示威者周五晚上8点继续集会。که پنجشنبه شب خیابان‌ها را در سرتاسر مملکت تسخیر کردید. به همه شما افتخار می‌کنم. از رهبران میدانی دعوت می‌کنم که تلاش بکنند که جمعیت راه افتاده به همدیگر برسند تا حتی جمعیت بیشتر بشود. 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周五发表讲话，声称抗议者是讨好华府。دیشب در تهران در بعضی جایی دیگه یه مش تخریبگر آمدن ساختمان متعلق به کشور خودشون رو خراب کردن. مثلا فرض کنید فلان ساختمان دیواری رو خراب کردن برای که دل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خوش. 据报道，哈梅内伊计划，万一部队倒戈或无法镇压抗议，将带20多名亲信和家人逃往莫斯科。情报人士表示，因为他无处可去。社区网站视频显示，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在伊斯法罕市的办公室被烧毁。伊朗前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雕像也被烧毁或推倒。苏莱曼尼2020年被美军击毙，哈梅内伊曾称他为民族英雄。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刘飞综合报道。
在美军抓捕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后，日前川普又在最新的专访中表态，在他担任总统任期内，中共不敢攻打台湾，并强调自己已经警告过中共。美国总统川普7号接受美国媒体专访，再次提到了台海议题，强调在他的任内，中共不敢打台湾。这是美军活捉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后，川普的最新表态。记者当时问川普，美国的行动会不会被中共效仿，拿来当作亲台的借口？川普强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他说，台湾没有输入毒品到中国，也没有让罪犯涌入中国。记者接着又追问说，中共党魁可能会辩称所谓的台独会威胁到中国。川普回应，那是对方的说辞，但他已经警告过，如果中共侵犯台湾，他会很不高兴，并强调自己在当总统的任内，中共不会动手。事实上，川普先前已经好几次对台海议题公开表态，他甚至说过，如果中共犯台，他会轰炸北京作为回应，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川普的第二任期还没有满1年，就多次发动军事行动，展现美军的强大实力。不仅逮捕了委内瑞拉的马杜罗，还直接轰炸了伊朗的核设施，再提醒所有的独裁者，川普的警告是来真的。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维、李义宏整理报道。美军突袭活捉马杜罗，威慑中共。近日网传中国多个地图平台中的中南海一致消失，搜索不到，引发嘲讽和热议。1月3日，美军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活捉独裁者马杜罗夫妇，将2人押往纽约受审。迅速精准的军事力量震撼国际，也令全球独裁者胆战心惊，中共更是吓破胆子。近日就有网友发现，在高德、百度、腾讯等中文地图输入中南海3个字搜寻，竟一致显示没有找到相关地点。网友纷纷嘲讽是世纪笑话，中南海被自己藏起来了，直言中共党魁被吓尿了。中共高层人心惶惶，旅美前中国企业家胡立任1月4日在 X 平台透露，北京周边的军事基地有军队高频率异动出现，估计许多地下掩体系统开始启动运作，中共党魁进入极度恐惧期。评论分析，美军闪电捉捕马杜罗对中共构成3重打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美军展现的斩首能力，对中共对台海动武形成强烈的心理与战略震慑。事实上，在活捉马杜罗的前几天，美国资深国安记者戈茨已发文警告，如果中共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苏莱曼尼式的无人机斩首行动将在北京重演，目标是政治局常委的每一个成员，包括中共党魁。所谓苏莱曼尼式的无人机斩首行动，指的是6年前同样在1月3日凌晨，美军无人机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锁定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精准空袭其座车，将其击毙的标志性行动。在马杜罗夫妇落网后，不少中国网友大量转发歌手梁静茹的歌曲《可惜不是你》，由于讽刺意味明显，歌曲随即遭到禁播，梁静茹并在8日关闭微博。新唐人亚太电视叶恩杰综合报道。美军抓捕马杜罗行动迅速精准，令外界惊叹。有民众认为，这次行动中，中共代表团访问委内瑞拉是有意安排的，中共的雷达系统也是有意失灵的。本台记者蒂芙尼·迈尔采访了前驻北京国防武官、前助理国务卿大卫·史迪威将军，来看他的见解。General Stilwell,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史迪威将军，欢迎你。我很高兴。现在有报道说，中共制造的军用雷达在这次委内瑞拉突袭中可能失灵了，你怎么看？这是非常正面的说法，让人想起2017年在海湖庄园。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共进晚餐，那时我们正在摧毁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因为他用毒气袭击自己的国民。这是在兑现美国的承诺，如果你敢这么做，我们就会反击，也是在告诉中共，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将采取行动。我们不害怕采取行动，我们不再空谈，而是实际去做。这是又一个例子。
我毫不怀疑，中共代表团的出访时间与事件有关，或者至少是考量的一部分。这招非常高明，让他们明白，这里是门罗主义的地盘，也可以叫帝国主义，也可以想出各种负面的词来。但事实是，就像巴拿马一样，美国在这个地区有特殊利益。马杜罗政权及其前任查韦斯政权都很野蛮，我们不喜欢看到虐待民众，我们将会采取行动来阻止。这有什么不好？看看纽约市那些人，委内瑞拉人、流亡者，那些逃离委内瑞拉政权的人，他们都欣喜若狂，因为他们会获得新生，有机会过上我们认为的正常生活。最后一点，你知道，美国的行为经常被说成帝国主义，意思就是美国让人民变穷，在剥夺人民，让富有的既得利益者赚取巨额财富。但事实恰恰相反，美国与委内瑞拉友好合作时，投入了大量资金，建立了石油工业等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真正摧毁了原本的繁荣。现在整个叙事颠倒黑白，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合作是有益的，而后来与俄罗斯和中共的合作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身为前驻北京国防武官，你认为中共是如何看待绝对决心行动的？恕我直言，我不知道中南海的领导层怎么看，但我知道，我打过交道的那些军方人士，需要时不时提醒他们，尽管你们的宣传声称，你们的军事实力与美国旗鼓相当，甚至更胜一筹，但事实很清楚，中共军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行动。我想起几个月前，一艘中共海军舰艇和一艘中共海警船相撞，他们想拦截一艘菲律宾小型渔船，结果这两艘船没办法躲避，撞在了一起。所以一方面，尤其对习近平传递这样的讯息，中共军队可能没有他们吹嘘的那么厉害；另一方面，美国也在不断提醒他们，我们在军事方面非常出色。这是一个威慑吗？绝对是。我认为中共现在会三思而行，毕竟它一直威胁该地区，包括台湾、日本，还有南海、菲律宾等。总体来说，人们会看到中共的弊端，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史迪威将军，非常感谢。谢谢。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中国酒店疯狂扩张，出现倒闭潮。看着他们健康是我最大的满足。为工作奔波的先生要维持好的体力。面对考试的压力，孩子需要好的记忆力。年迈的父母需要提高免疫力，才能对抗疾病。为了家人的健康，我选择普瑞堂玄宝黑参。普瑞堂玄宝黑参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深入滋补身体。坚持选用6年根高丽参，遵循东医保健的传统手工制法，9次蒸煮与曝晒，大幅提升抗癌人参皂苷含量，其含量比红参多出8倍，有效成分人体吸收率高达80%，是红参的6倍。抗癌降血糖的效果更显著，上等的滋补品，老少咸宜，四季皆宜。普瑞堂玄宝黑参献给最爱的人。中国经济下行，商旅活动和婚宴酒席正在减少，酒店却还在疯狂的扩张，造成供给过剩、降价恶性竞争的局面，令许多酒店业绩断崖式的下滑，近期开始出现了倒闭潮。据酒店之家 APP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中国客房15间及以上的饭店共有39.24万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28万家。酒店老板披露，全国酒店疯狂扩张，造成供大于求，许多酒店连续2年业绩负成长。国资委的一些房地产做其他行业没做的写字楼放出来，现在基本上放出来物业全部做了酒店。南昌从去年到现在增加了600家酒店，增加了2万多间房间，你降价我也降价，酒店现在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时候。
酒店老板还披露，由于经济下行，商旅活动和婚宴酒席减少，2025年开的演唱会比2024年少。近期开始出现酒店倒闭潮。酒店属于重资产投资，租金和装修费用很高，一旦倒闭，损失惨重。确实很难断崖式下滑，客人越来越少。现在民宿也比较便宜嘛，一般去民宿，因为酒店它毕竟是有员工的工资、水电、房租，这3都到3，至少几十万，几天差一点的话，你贴一个5、6万、10来万进来是很正常的。酒店老板表示，过去酒店行业有房地产升值红利，还有网络流量红利，挂上美团、携程等平台就有客源。如今房地产和网络流量双双暴跌，公寓、民宿还在扎堆加入竞争。未来地理位置太偏的酒店和太老旧的酒店将被淘汰。很关键的，商旅客现在的报销标准低了，还是要有价格优势，淡季保证了，旺季挣收益吧。不管美团也好，还是携程也好，要看位置，中心位的流量高。原本承包机械工程的王老板，在1年前租下一栋位于景区内的酒店，每月10万元的固定成本支出，让他倍感压力。经营酒店的客源这一块没法控制，如果没有客人来，我们投入成本会更大一点，人员表配备的稍微全一点，导致开销方面会变得大一点。毕竟大酒店忙的时候要容纳几百个人吃饭，我是怕关键是掉链子。新唐人记者熊斌、陈建明采访报道。美国最高法院9号将针对加征关税的合法性作出裁决，牵动美国贸易政策的走向。外媒分析，一旦裁决非法，华府将面临向进口商退还巨额税款的庞大压力，对致力于削减赤字的川普政府将会是一大挑战。根据美国海关资料，截至2025年12月14号，面临退还风险的 IEEPA 关税超过1335亿美元，超过有1000家企业针对关税问题对川普政府发起了诉讼法律战。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号表示，即便是法律战受挫，川普政府也仍有能力维持关税的收入。接下来，请看一组环球财经简讯。通用汽车周四表示，将认列60亿美元的费用，以缩减部分电动车投资。通用汽车在监管文件中指出，这笔费用源于削减原定的电动车产量计划，以及由此对供应链造成的冲击。韩国三星周四预估，第4季营业利润将较去年同期增长3倍，创历史新高。原因是供应短缺以及人工智能需求激增，进而推升了传统记忆体芯片的价格。公司股价当日盘中一度上涨2.5%，创历史新高。佳能可与力拓周四表示，双方正处于初步的收购谈判阶段。这项潜在交易可能创造出市值近207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矿业公司。此次讨论是2家公司在1年多内的第2轮谈判。目前的讨论内容涵盖双方部分或全部业务合并的可能性。伊拉克内阁已批准将全球最大油田之一的西古尔纳尔2号油田营运收归国有。因政府希望避免美国对该油田俄罗斯股东卢克石油实施制裁而引发营运中断，国营的巴士拉石油公司将接管该油田的营运工作，为期12个月。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杰森综合报道。广告之后，您将看到芬兰学校新课程教学生识别假新闻。北欧国家芬兰自1990年代以来，就把怎样辨别媒体新闻的真假融入到了该国的教育课程中，多年来成效显著。不过，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课程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With these students, we've been learning about fake news since grade 1. So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what the news are, what they include, and then from there on we've just evolved, like going deeper and deeper into things. So now we've been studying about how to recognize if a picture or a video is made by AI. 芬兰与俄罗斯有长达1340公里的边界线。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宣传，芬兰孩子从3到4岁起就开始学习如何分辨虚假资讯。
We think that having good media literacy skills, it's a very big civic skill. It's very important to the nation's safety and to the safety of our democracy. So that's really the whole goal of all of this. 在当今讯息大爆炸的时代，这些技能发挥了作用。I don't think we envisioned that the world would look like this, that we would be bombarded with disinformation, that our institutions are challenged, our democracy really challenged through disinformation. But now, of course, it has served us well. I think initially it was only thought as a basic civic skill tha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media. But now it becomes really a way of trying to protect our democracies. 芬兰的媒体也在打击假新闻。2025年，赫尔辛基日报参与编写媒体素养入门手册，发给高中学生。We saw a flood of fake news and disinformation back in 2010s, and it was a huge issue on social media in Finland as well, and as well as in other countries.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to be seen as a place where you can get information that's been verified, that you can trust, and that's done by people you know in a transparent way. 芬兰的教育成果明显，在欧洲40个国家的媒体素养指数排名中名列前茅。芬兰人最不容易受到假新闻和虚假信息的影响。不过，专家认为，辨识人工智能制造的假讯息还比较容易，因为这项技术还正在兴起。但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当人们越来越依赖它的时候，辨识难度就大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江迪亚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环球直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